瑞典，一个仅有着几万武装的国家，却有着世界一流的军事技术。当然，如果当你不小心惹毛了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一定会用你最熟悉的方式再次取得和平。虽然该国的全部人口仅有1000多万人，但是却拥有着自己的航空工业和核工业。是的，你没听错，瑞典曾经也搞过核武器，而且搞得还十分不错，距离成功呢仅差一步之遥了，甚至还专门为其设计了超音速核轰炸机 SAAB-36。那么为什么后来瑞典的核武器没有了呢？今天大兵就来和各位聊一聊瑞典的核弹去哪儿了，它的军事实力又有多强。身为一个小国，在充斥着丛林法则的世界中该如何生存？瑞典以它200年的经验来告诉世人，最好的盾就是你拥有最强的矛。因此呢，瑞典政府在这方面一直都大力支持本国武器装备自给自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在2战期间，瑞典身为纳粹德国的邻居，却能够安安稳稳地保持中立。在冷战时期，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瑞典也没能改变其立场，而是转身研发自己的核武器，打算硬刚到底。用下面的一段话来形容瑞典，可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我尊重你，但我却不能完全相信你，但是你最好尊重并且相信我。而说到瑞典的中立政策，就不得不提瑞典曾经的辉煌与落幕。在16世纪，北欧进行了一场权力交替战。当时的丹麦、挪威、瑞典为了抵抗汉萨同盟对北欧的掠夺式扩张，专门成立了以丹麦为宗主的卡尔马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呢，却并不牢靠。丹麦人一心想要将自己的盟友彻底同化，而瑞典呢，则对这一做法深恶痛绝。为了不让自己被盟友吃掉，在1520年，瑞典本土的贵族古斯塔夫·瓦萨振臂一呼，无数反丹麦义军纷纷加入，在1523年彻底击溃了瑞典境内的丹麦驻军，赢得了独立，并且建立了瑞典的瓦萨王朝。而另一边的汉萨同盟看到瑞典独立，丹麦重伤，认为这是自己进入北欧的最好时机，于是便派出大军准备坐收渔翁之利。而就在这时，瑞典第一个站了出来，大手一挥表示这是我的地盘，谁进谁死。再加上当时的瑞典士兵也都刚经历过独立战争，是实力强大的百战之兵，于是便成功的震慑住了汉萨联盟。而北欧其他国家呢，为了让瑞典更好的挡住汉萨同盟，纷纷对其表示拥护。到了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爆发内战，新教和天主教的实力打的是天翻地覆。正处于强盛时期的瑞典毫不犹豫的就盯上了这块大肥肉，于是瑞典立马就打出支持新教的口号，派兵前往了神圣罗马帝国。到了1648年，瑞典联合法国南北夹击神圣罗马帝国，使其签下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战争结束后，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而长时间的胜利呢，也让瑞典王室的野心开始极度膨胀，他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北欧，他要当整个欧洲的王。因此瑞典开始四处出击。而为了遏制瑞典的野心，在1700年，其邻国俄国、丹麦、波兰迅速结成反瑞典同盟，从东西南三面围攻瑞典。大北方战争开始。很明显，双拳难敌四手，曾经的常胜之师呢，也迎来了战败的时刻。在1709年，瑞典国王卡尔12世的军队被俄国军队击溃，只能逃往奥斯曼。在瑞典战败后，丧失了波罗的海属地以及其军事强国的地位。而在拿破仑战争中呢，瑞典加入了反法同盟。由于丹麦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因此不得不将挪威割让给了瑞典，而这也是瑞典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还有瑞典人的思考，这从未消停的战斗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许是顿悟了，此后的瑞典呢，开始积极退出各种国际争端，并且树立自己永久中立国的形象。在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他均没有参加。在1914到1918年之间，瑞典军队的服役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3000人。其唯一的出兵记录呢，也是在1918年对奥兰群岛的干预。不过这次的干预呢，也是为了让瑞典更加安全。毕竟奥兰群岛到斯德哥尔摩的距离比到芬兰本土更近，这里对瑞典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最终，瑞典军队拆除了奥兰群岛上的苏俄要塞，保证了该岛屿的非军事化。而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时呢，面对咄咄逼人的小胡子，瑞典虽然依旧宣布中立，但是却和英国之间的贸易额下跌了70%，
和德国的贸易额却在稳步上升。瑞典开始向德国出口能生产军工武器的优质铁矿石，曾一度占据德国的钢铁原料的1/3。其次呢，则是向德国出口各种机械必备的滚珠轴承，从而换取紧缺的食品、医药和石油。当然了，能够和小胡子心平气和地谈出口贸易的最大原因呢，就是瑞典本身也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当时的瑞典对国内实施的是全民皆兵、武装中立的政策，所有的成年男性都需要接受军事训练，并且编入预备役部队。一旦发生战争，拥有完备工业体系的瑞典可以迅速动员出几十万大军。面对瑞典这样热爱和平的邻居，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而为了提高自家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瑞典还积极鼓励军工企业搞研发，其中大名鼎鼎的火药大王诺贝尔就是在瑞典成就的事业。再加上瑞典拥有可观的武器生产能力，这也间接确保了其中立国的招牌。在军用装备方面，瑞典本身就有着完备的生产线和精湛的技术，其生产的火炮就连德国都垂涎不已。其中著名的博夫斯40毫米高炮可以说是2战中家喻户晓的防空武器了。无论是轴心国中的德国，还是同盟国中的英美两家，都对其有进行大量装备。该炮一开始呢是应苏联海军的要求研制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都获得了该炮的生产授权。它的射速达到了120发每分钟，炮弹初速达到了854米每秒，可以轻松将0.9公斤的炮弹打到7200米的高度，并且在上一发炮弹发射后呢，下一发炮弹还会自动上膛，直到弹药打光为止。也正是如此多的优点，当时博夫斯公司的销售人员在向各国展示该型武器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这款武器一出手，那么合同一定是我们的。而在2战时期，瑞典也并非只是在吃瓜看戏，它同样也在关注着各式新式军事技术的应用。但是随着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2枚原子弹，向世界宣告了核武器时代的来临。而就在几天后呢，瑞典国防科学研究院就开展了一项秘密的核武器研发项目。由于担心泄密，关于核武器的研究都被瑞典冠以民防研究的幌子。而且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瑞典从一开始就对获得战略级核武器是毫无兴趣，而是将研究的主要目标定为拥有一个战术核武器库上。其核战略的原则呢，是在战时通过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摧毁敌军入侵部队或者其后方的兵站设施等，从而达到阻止敌军入侵的目的。在计划中，战术核弹以空投为主要投放手段，单颗核弹重量为400到500公斤，爆炸当量约为20万吨。瑞典军方计划采购100枚这种类型的战术核弹，来作为瑞典核武库的主力。按照预定的设想，瑞典核武器的主要目标是波罗的海一带的敌方港口，其次呢是空军基地，最后是敌军有生力量。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瑞典在冷战时期并不担心敌军可能会经过芬兰从北部边境发起入侵。相反，瑞典人认为华约组织最有可能发起的入侵行动是来自波罗的海方向的2栖登陆以及空降行动。如果能使用战术核武器将其后方供应基地摧毁，就能瘫痪其入侵部队。其中，瑞典空军呢还专门为其开发了战术核弹投放平台，也就是萨博36超音速轰炸机。该机拥有 2.14 马赫的最大飞行时速，最多可以携带1枚800公斤级别的战术核弹。不过，由于该机高达4亿克朗的采购成本，最终呢使其开发工作于1958年被取消了。因此，瑞典空军只能转而使用萨博32战术攻击机作为预定的主要核投放平台。当然呢，如果瑞典能够在60到70年代研发出核武器，那么萨博37雷也有可能成为核武器的投放平台。而且除了自主研发之外呢，瑞典其实也考虑过从美国直接引进核武器的可能，但是美方却借此要求瑞典重新考虑其不结盟政策，否则这个讨论将毫无意义。双方最终不欢而散。而在瑞典国内呢，对于是否赞成瑞典拥有核武器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社民党内部反对开发核武器者大有人在，即便是瑞典首相艾兰德亲自下场调节矛盾，却仍然没有说服那些强硬的反核派。在1960年瑞典国防部大换血之后呢，空军出身的新总参谋长斯蒂格·诺伦对核武器的开发计划十分消极，
空军出身的他，一直都对萨博36战机耗费了大量资源却一无所获的事情耿耿于怀。而在当上总参谋长之后呢，更希望推进萨博37战斗机的研发和采购计划。对于核武器挤占了大量原本可以用于这个项目的预算，更是十分不满。于是，在瑞典空军的影响下，核武器研发项目的预算再一次被削减。再加上核不扩散条约的影响，瑞典军方也不得不宣布停止开发核武器的计划。而在此之前呢，尽管有着种种困难，瑞典的第一颗核弹的大部分零件已经在1965年生产完毕了，估计再等6个月就能组装出第一颗能够试爆的核弹。而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接下来还能另外再获得2枚核弹。但是随着1968年瑞典国防部签署了正式的书面文件，下令停止开发计划，瑞典的核武器项目也最终画上了句号。此后几年，有关核武器的相关设施也陆续被关闭。不过，虽然没有了核武器，瑞典的核工业却迎来了蓬勃发展。瑞典在空军、陆军武器上呢，也有着显著的成就。例如 GSA-39鹰狮战斗机，可以说是轻型战斗机逆流而上的经典作品了。该机的设计理念呢，也是源于瑞典本身的国防要求。其面积不大的国土也注定了瑞典空军并不适合装备重型空优战斗机。相反，瑞典空军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应，并且尽可能负担起几乎所有当代空军的职责。因此，鹰狮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轻型战机。在考虑多用途功能的同时呢，瑞典也没有放松对空战能力的要求。依靠着通用公司授权生产的 F404 发动机，鹰狮让其自身获得了14000公斤的起飞重量和2马赫的最快飞行速度，再加上两侧压翼带来的升力加成，让鹰狮在极限情况下只需要300米的起飞滑翔距离，也就是说，鹰狮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该款战机的作战半径仅有800公里。不过考虑到瑞典人的实际需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大的缺陷。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得大量的 F-16和米格29进入到国际市场，但是鹰狮还是在2大飞机家族的夹击中呢，取得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在欧洲，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捷克空军和匈牙利空军都选择了租用鹰狮战机。在非洲，南非空军同样也是选择了鹰狮作为自家的主力战机。而且由于周边国家的军力较弱，南非并没有大量装备强势战机的动力，而鹰狮则可以帮助他们维持自己既有的空中优势的前提下，又有着较为低廉的采购和维护费用。而这一点呢，对于南非这个经济不太好的国家而言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在鹰狮 EF 的性能大幅提升后呢，瑞士和巴西也向瑞典递来了订单。前者要求优化自家的 F-18加 F-5组成的旧机群，后者呢，则是想让本国的航空业接触到最新的国际同航成果。而在5代机出来后呢，瑞典的 F-2020隐形战斗机实验机也飞向蓝天。虽然最终由于发动机原因使其无法达到设计标准，但是这款战机呢，也是除了中美俄之外完成度最高的5代机了。在海军方面，维斯比级隐身护卫舰又是一个绕不开的大山。该舰呢，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全隐身这个概念，其外表十分简洁，隐身性能世界一流，700吨的体量却拥有着一门57毫米炮、8枚反舰导弹、4具鱼雷发射管，还能带上一架反潜直升机，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而其武器呢，也都采用了隐身设计，所有的鱼雷还有导弹都埋藏在舰体当中。舰首的伯夫斯57毫米炮，在平常呢可以将炮管收缩到炮匣内部，需要用的时候再伸出来。而在潜艇方面，瑞典的哥特兰级常规潜艇，据说在曾经一场北约演习中呢，击沉了美国的里根号核潜艇。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瑞典的潜艇使用了 AIP 技术。其中呢 AIP 是不依赖空气推进装置的英文缩写。有了这项技术，潜艇的隐身性能会高一大截，很难被声呐和反潜机发现。而且瑞典的潜艇都体型较小，机动性好，很适合在波罗的海进行游击战。而其他的像是 S 型无炮塔坦克、A4 反坦克火箭炮、弓箭手自行火炮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等等，都是瑞典研发的著名产品。那么瑞典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呢？第一，其拥有军事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顶尖技术，无论是在冶金、材料、机械或者是电子还有通信领域，瑞典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二，瑞典的铁矿和铜矿产量都是欧洲第一，这也使得它很早就开始在采矿、冶金、工业设备和机械领域进行产业积累。其中冶金方面的能力也有可能和瑞典优良的无机化学传统有关，毕竟家里边的矿实在是太多了，随便在斯德哥尔摩的箱架都能够发现7种稀土元素。之前用来做核武器的铀矿也是瑞典在自家山头发现的，可以说是典型的人少资源多，每天光靠挖矿就能吃饱饭。而瑞典的化学和物理领域的高端人才也可谓是群星璀璨，例如贝采里乌斯、阿伦尼乌斯、舍勒等等。那么为什么瑞典会有如此多的高端人才呢？大兵认为除了和平稳定之外，还是因为该国高度重视教育。要知道，瑞典早在19世纪初就完成了全民中学教育，到了20世纪初更是完成了全民高等教育，可以说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战略举措。好了，本期视频划重点。第一，瑞典的中立在于其强大的武装政策。第二，瑞典的军工技术十分强大，多项技术都堪称世界一流。第三，人家是真的能造核弹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们对瑞典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